第150章紫焰。与世隔绝的小山谷之中，萧炎与小医仙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一人苦心修炼斗气，一人苦研读经，双方互不打扰，宁静的日子倒也颇为悠闲充实。斗师的突破远比萧炎想象中的困难，在谷中修炼了将近半个月，虽然体内的斗气变得越来越雄浑与凝聚，可那股突破的感觉依然迟迟未到。对此，药老则只是说静心等待，一切随缘。对于药老这些遮遮掩掩、神神秘秘的话语，萧炎也只得满脸无奈。不过事后，他也逐渐地停下了每日几乎占据了全部时间的斗气修炼，偶尔有时间在谷中练一下斗技，再有空闲一点，便是在药老的指点下，一株株地辨认着谷中那些奇异药材。而在遍地珍稀药草的诱惑之下，萧炎心头那想要练习炼药术的念头却是忽然的蠢蠢欲动了起来。于是萧炎每天的时间中便又是分出了一小半，专门用来练习炼药术。由于并不想暴露自己炼药师的身份，所以萧炎将地址选在了谷中一处离地6-7米的小山洞之中。每日到了烈日炎炎之时，他便会跃进山洞之中，然后安静地炼制着各种初级的丹药。在炼丹之时，萧炎有些惊异地发现，从自己体内灌注进入药鼎之中的蛋黄火焰似乎比以前的温度更加炽热了许多。随着萧炎的仔细观察，他这才察觉药鼎之中翻腾的蛋黄火焰之中，好像隐隐地多出了一抹紫色火焰。双眼愣愣地盯着那若隐若现的紫焰，萧炎心头猛地一动，惊愕地轻声道：“这是那紫金翼狮王的紫火，他怎么跑我体内来了？”疑惑地眨了眨眼睛，萧炎眉头微皱，喃喃道：“难道是因为那半生紫金元的缘故？”想到此处，萧炎倒是缓缓平静了下来。紫金元与小紫金翼狮王同出一源，若说其中会蕴含着一点他们所特有的火焰，也并不是太过稀奇的事。萧炎的猜测的确并没错，半生紫金元与小紫金翼狮王一样，都是在母兽体内待了许多年，在这般久而久之之下，其内自然会吸收一些紫火。而在机缘巧合下，萧炎又是误打误撞将紫金元吃了，所以这借助着药鼎催化出来的火焰，自然是拥有了一些紫火。虽然这些紫火数量颇小，不过在质量之上却是比萧炎的普通斗气火焰要强上许多。萧炎能够有机会得到它，也能算是一种不小的机遇了。感知之力逐渐地延伸进药鼎之中，萧炎缓缓地将那缕小小的紫色火焰包裹，将之从众多蛋黄火焰中分离而出。望着那缕在药鼎中单独摇曳生姿的紫色火焰，萧炎兴奋地舔了舔嘴，继续加大灵魂感知力，想要控制它温度的涨幅。然而就在萧炎尝试想要控制之时，那缕小小的紫色火焰中竟然是传出了一股发自本能般的抗拒之意。控制失败，萧炎愣了愣，旋即紧皱着眉头，目光死死地盯着那缕小小的紫色火焰，心神越加集中，感知力不断地加强着，不断地试探着紫色火焰抗拒的底线。虽然紫色火焰颇为强横与桀骜，不过萧炎并不担心。不管如何说，他现在也是无主之物，萧炎有信心将之慢慢地占据。药鼎之中，萧炎与紫色火焰互相僵持着，谁也不肯成为那率先的失败者。这般僵持足足持续了将近10分钟。就在萧炎满头大汗，即将支持不住时，那包裹着紫色火焰的灵魂之力猛然一颤，然后潮水般的涌进了火焰之中，迅速地掌控了他的一切。灵魂之力灌注进紫色火焰之中，萧炎全身猛然一阵轻颤，这股颤抖犹如是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一般，快速地弥漫了整个身躯。那一霎，萧炎只觉得灵魂有种升华般的错觉，浑身的毛孔都几乎是在瞬间完全地张合了开来，那种感觉极为的玄奥与舒畅。剧烈的快感让得萧炎再一次颤抖，不知何时闭上的双眼再次缓缓睁开，漆黑的眼眸之中竟然掠过淡淡的紫色。紫色一闪便是，萧炎再次将目光投向药鼎之中。由于感知力的分散，其中的蛋黄火焰已经完全消失，只有着那缕微小的紫色火焰还在微微摇摆颤抖。目光盯着紫色火焰，萧炎心神微动，后者便是飞速地窜过药鼎火口，最后从萧炎的掌心中钻进了其身体之内。手掌缓缓地脱离药鼎，
萧炎轻舒了一口气，右手逐渐握拢，然后伸出中指，轻声道：“现。”随着萧炎的音落，中指轻颤了颤，瞬间之后，一缕细小的紫色火焰居然便是悄悄地从指尖冒腾而出，最后缓缓地翻腾着。实火，实质的火焰。以萧炎此时的一品炼药师实力，竟然生生地将至少需要4品炼药师才有可能从掌心冒腾出的实火召唤了出来。4品之下的炼药师一般都必须要顶火口的奇异转化，才有可能将体内的火属性斗气转换成实质的火焰。而当到达4品之上时，此时的炼药师则能够省略掉要顶转化的那一步，直接的召唤出实质火焰。而很多到了这级别的炼药师，在与人战斗时，基本上都是直接召唤实火攻击，并且由于炼药师的灵魂属性天生便是火中加木，而因为有着那一缕木属性的缘故，所以炼药师召唤出来的火焰远远比同阶的斗者要炽热与强横许多。因此，能否不依靠任何外物便召唤出实火，便是辨别是否进入4品炼药师的最关键之处。当然，事无绝对，上面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普通炼药师的前提之下。若是什么人能够侥幸地炼化一种异火，那么就算其没有达到4品炼药师的级别，那也同样能够召唤出实火。而且他所召唤出来的火焰，可远远比那些正宗的实火更加变态与强横。毕竟他们所掌控的可是天地间最具毁灭力量的异火。因此，异火永远都是每一名炼药师心中所向往的至高神物。然而，异火的那种狂暴毁灭力量，却是让的无数杰出的炼药师犹如飞蛾扑火一般葬身在其中。同样是有些震撼地望着指尖的那缕细微紫色火焰，萧炎半晌之后方才吸了一口凉气，声音中泛着许些颤抖：“老师，快出来看看。”戒指之中传出药老的疑惑声音，略微沉寂片刻后，一道光影猛地从戒指中闪掠而出，最后悬浮在萧炎面前，眼睛愣愣地盯着那缕紫色火焰。异火？不对，弱了许多。你这是……对了，紫金翼狮王的紫火。目光泛着疑惑与惊异，药老齐声道：“原来那紫金元竟然还有这等效果，居然能够在人体内形成紫金翼狮王的本源火焰，这能算是异火吗？”目光炽热地盯着那缕似乎随时都会消散的紫色火焰，萧炎急忙问道：“不算吧？”先是一愣，药老旋即摇了摇头，道：“虽然这也是一种奇异火焰，不过比起异火来，却是要差上许多。或许叫它为兽火要好一些。”无语地摇了摇头，萧炎道：“不管它算是异火还是兽火，我只想问，它应该比我用药鼎召唤出来的斗气火焰要强吧？”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那么，我现在能算是它的主人吧？不会被它反噬吧？萧炎再次谨慎地问道。这缕紫火太过微小，还不足以反噬你。那，如果我把它吞噬了，我的焚诀能不能进化？深吸了一口气，萧炎紧接着追问道。再次一愣，药老紧皱着眉头，迟疑了好片刻，方才有些不肯定的道：“或许能吧，不过就算能够进化，那也进化不到太过高阶，毕竟这紫火还远远比不上真正的异火，而且现在这紫火太小，此时就算你将它吞噬了，我想恐怕没半点作用。”萧炎微微点了点头，脸庞上有些苦恼。焚诀虽然奇异，可它的起始点实在是太垃圾了，那种制造斗气的能力以及储存效果根本不足以满足萧炎如今的挥霍。要知道，现在萧炎所精通的斗技大多都是玄阶级别的，所以往往每次使用了斗技，他都得赶紧吞下回气丹，不然光凭黄阶低级功法制造斗气的速度，只能让他进入斗气不够的尴尬境地。如果焚诀的等级能够进化到玄阶的话，那上次去狼头佣兵团，萧炎根本不需要小医仙的帮忙，他一人便能轻易地将那上百人全部的解决掉。这便是玄阶功法与黄阶功法的最大差距。所以现在的萧炎非常迫切希望自己的功法能够快点进化，可异火不仅难得一见，而且就算见到了，那种毁灭般的力量也不见得萧炎能够将之顺利吞噬。所以现在出现的紫火
无疑是犹如沙漠中的一口水井，让得萧炎大为狂喜。如果你真想吞噬紫火，让它来使得焚诀净化的话，倒也有一个法子。沉吟了片刻，药老忽然道：“什么？”闻言，萧炎精神一振，赶忙问道，目光紧盯着那缕细小的紫焰。药老微微一笑，将它炼化成本源火种，慢慢培养成长，待得它到达某个层次后，再使用焚诀将之吞噬，以达净化之效。